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使用 Obsidian 來學習英文的。如果你是透過 Obsidian 來學習英文的話，那麼今天介紹的這個外掛 Language Learner 你千萬不要錯過了。它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來搜尋需要查詢的單字，也可以讓我們增加新的单字到生字本裡面，也可以同步產生間隔記憶的筆記，可以很方便的讓我們來做單字的複習。以下就來先介紹一下 Language Learner 它的一些功能。要請大家注意的是 Language Learner 目前并沒有在第三方外掛裡面上架，因此你必須要自行手動安裝，或者是使用 BRAT 這個外掛來快速的安裝它。雖然這個 Language Learner 還沒有上架，而且作者也一直在持續的更新中，但是它的功能可以看到是以飛快的速度在成長的。以下我就先來看一下 Language Learner 到底提供了哪一些方便的功能，能夠來加速我們學習外語的速度。在開始介紹這個外掛的功能之前，首先請大家由我提供的這個網址去下載需要的一些學習的範例，這是這一個外掛的作者整理好的一些示範性質的檔案，比如說它有一些小說，有一些演講，或者是一些單字。那比如說我們要來看這個演講，點擊到演講裡面，它這邊有3篇的演講，比如說我們要 I have a dream 這一個演講，找到它以後再點擊這個 row 以顯示它的完整的全部的內容。這個完整的內容全部顯示出來以後呢，就按 Ctrl A Ctrl C 把所有的內容都複製到系統剪貼簿裡面，接着再到你儲存庫裡面去新增一篇新的筆記，把剛剛複製的內容給貼上，這邊就有一個 I have a dream 的筆記，我已經開啟在這邊了。這個內容就是從剛剛網頁直接複製過來的完整的內容。那有了這個檔案以後呢，就可以來開始使用這個外掛了。只要我們安裝並且啟用了以後，在左邊的側邊欄呢，就會有3個圖示。點擊了搜尋這個圖示以後呢，它就會把這個圖示顯示在右邊的側邊欄。為了方便觀察，我把搜尋面板呢拉到左邊的側邊欄裡面來，然後加新字的面板，只要點擊了這個圖示，它就會產生在右邊的側邊欄。那我把它拖到了下面來，這個就是增加新字的一個面板，因此我們就有了一個搜尋的面板跟一個加新字的面板。有了這2個面板以後，就可以來看文章哦。看到這個字哦，你可以點擊它以後呢，按右鍵，在右鍵裡面就有一個查詢單字片語選項，點擊一下，它就會自動把剛剛標示起來的英文字直接就做4個字典的搜尋。它可以自動的把這些資料添加到新詞的面板裡面，就可以很方便的在這邊再做一些輸入。這個 history 它的含義，它並沒有把這個含義給帶進來，主要是因為它這邊有4個字典，它不確定你要使用哪一個翻譯，因此就自己找一個翻譯。那如果你使用的是簡體中文的話，就可以使用有道詞典，或者是句庫，或者是富江小滴這3個字典。那如果你使用的是繁體中文的話，應該是可以使用這個劍橋詞典。劍橋詞典會有比較多的繁體中文，就可以把這個內容呢給複製起來，按 Ctrl C。再到這個地方按 Ctrl V， 這個就是你新加的新的生字，其他的內容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自己來做輸入。那輸入完成沒有問題以後，就可以點擊提交，它就會把這一篇內容呢加到生字簿裡面。生字簿是要怎麼做設定呢？進入選項的設定，然後點擊第三方外掛，再去搜尋 Language Learner， 點擊選項。進到這邊以後，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選項。首先我們的母語會是中文，它目前是提供中文的用戶來做語言學習的，因此如果你使用的母語不是中文的話，那目前這個外掛可能對你就不適用了。目前它提供的外語呢，除了英文以外，還有日文、韓文、法文、德文跟西班牙文，有這幾個語種。假設就是要使用英文的話，後面它有可以做的一些設定，要做快速查詢單字的時候，你要額外增加的觸發的按鍵是什麼？它預設會是 Control， 我把它改成 Alt， 這個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要來變更這個熱鍵。那在詞典部分，它目前有4個詞典，前面3個都是英文跟中文的中翻英、英翻中的詞典，最右邊這個就是詞典顯示在最左側的顯示的順序，它這個1、2、3、4是你可以自己去變更的。如果有某一個字典不需要的話，你就可以把它取消勾選，這個字典就不會出現了。後面就是它資料庫儲存的地方，我們比較會關心的應該是這個文字資料庫，可以指定2個 Markdown 檔案，那你可以指定好路徑跟檔名，比如說我是放在040-highlights 資料夾裡面。有一個 word.md， 這個其實就是生字本，所以我剛剛透過右下角提交的新字就會寫在這一個Markdown 檔案裡面。我們要做複習的，就是要做間隔重複的複習的檔案，它會自動產生在 review.md 裡面。這邊就是指定好了2個文件，它會分別放生字跟做複習的檔案。如果你有使用
various complements 外掛來做自動補全功能的話，它這邊可以跟它做一個整合。可惜的是作者並沒有提供 various complements的 JSON 格式，它只有提供 Markdown 的格式，因此我没有特別再來測試這一段。各位有興趣的話，可以自己來測試這個自動補全的部分。還有呢，它也提供了伺服器整合的功能，但是目前它这個 API 在文件裡面並沒有顯示出來，可能就是要等作者把 API 公布出來，才有可能可以再做一些跟外部整合的擴充。這個基本上就是需要做的一些設定。接着我來看一下整篇文章的學習是要怎麼來操作。剛剛有下載了 I Have a Dream 的這一個演講。這一篇內容可以用固定的格式把文章切割成是文章的內容，還有生字的部分，或者是你的筆記，就是把一篇 MD 檔切割成的這3大區域。首先有了這個固定的格式以後，同時 YAML 區有指定了這些欄位的話，就是指定了 LANGR、LANR冒號，有了這個欄位，同時它的值是 XXX 的話，它就會自動把它辨識成是 Language Learner， 它能夠自動來搜尋這一篇文章的一個標的物。有了這個以後，就可以讓文章進入閱讀模式。首先我們就點擊一下這個編輯，點擊編輯以後，它會出現閱讀模式，接着再點擊這個閱讀模式，它就會形成是閱讀狀態，這是一個學習的狀態，它就會自動把每一個單字都標示出來。有不認識的單字的話，只要在這邊 click 一下，左邊就會馬上做搜尋，右邊就會馬上把這個單字給填好。比如說我們現在點擊的是bankrupt， 就可以把這個內容給複製起來，把這個含義給填進來 ，Ctrl V 把它貼上來，再到最後面點擊提交。那這樣子我們又新增了一個單字了。如果剛剛 MD 檔裡面有指定它的 audio 的話，像這邊它就指定了一個 MP3 的網址，它就會在這上方會顯示出它的語音的檔案。有了這個檔案以後，你就可以點擊播放，然後同時根據文章的內容來做進一步的學習。另外剛剛點擊的是單字，可以發現只要學習過的單字，它會用橘色的底色來做標示。我們可以看一下剛剛講的生字簿，就是這個 word.md， 它就會根據你的這一個學習狀態，會把這個單字放在這個地方。比如說 bankrupt 這個是剛剛加進來的單字，剛剛這個學習狀態點擊了新學，因此它就會放在新學的區塊裡面。然後同時它也有做了一些反向查詢。然後在複習的檔案部分，可以看一下 review.md， 它就會自動形成 spaced repetition 外掛的格式。有了這個格式以後，就可以點擊左側的複習的圖示，點擊一下，它就會進入閃卡的狀態。它產生出來的閃卡的標籤是 Word 這個牌組，點擊這個牌組就可以來做複習的。比如說這個 Hello 的，你就要做回答，回答完以後呢，你再來看對你來講是簡單的還是一般還是困難的。假設說是簡單的，你就點擊這個簡單，它就會加上一個延遲的時間，到了這一天它就會再一次的出現，讓你來做一次複習。再回到 Review 這個檔裡面來，找到剛剛的學習的那個單字Hello 的。那這個單字呢，你可以看到它下面新增了 HTML 的注解的標籤，這個就表示它的困難度是這個270，這個4是說4天後就會變成11月30，它會重新再出現一次，讓你來做學習。那這個就是在間隔重複的學習狀態下面，可以透過它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複習。這個學習它其實並沒有出現語音的內容，但是在做搜尋的這個面板裡面這邊都有語音可以來做點擊的，可以來聽一下它的發音。這個都是可以直接來做學習的過程，可惜的就是它並沒有把這個語音的內容沒有把它放到 review 筆記裡面。這個就是剛剛提到的文章學習跟 review 的部分。另外有了這個學習以後呢，也提供了一個統計的面板，可以讓你看一下學習的成果。點擊一下統計，它會顯示在最右邊，因為它這個區域比較小，就把它給拖拉到左側。這個就是我目前在儲存庫裡面的學習的狀態，它有一個統計表，可以讓你很快的了解學習的一個狀態。這個 various complements 就是自動補全的功能，只要輸入了某個單字以後，新加的字呢，它會自動加到自動補全的字典裡面，在輸入的時候就可以快速的來選取它。這個間隔重複呢，就是讓我們來重新做複習，加強長期記憶用的功能。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 Language Learner 外掛它的功能。透過它，我相信大家就可以很方便的透過 Obsidian 來學習外語了，因為又是在純文字的格式下
來使用這個學習的功能，我覺得可能會比使用 Anki 還來得方便一點。主要就是還需要再學習一下 Space 的 Repetition 這個外掛，只要你熟悉了這個外掛以後，透過 Review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一個學習。Language Learner 外掛，它應該可以成為你學習外語的好幫手。如果你覺得我今天的介紹對你在學習英文或者是使用 Obsidian 上有很大的幫助的話，就請大家記得訂閱、按讚並且分享，謝謝各位。